今年的影像旗艦手機打得異常激烈，而 vivo X300 Ultra 在登場前就有着極高的關注度。紙面上這台機器確實沒有什麼死角，把硬件規格拉到了新的高度。在實際使用了半個月後，我也確實有了不少新的看法。所以這一期內容聊聊它真正的一些亮點還有短板，以及它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人群。我們先聊聊它在視頻上的專業表現。想榨乾這台手機的極限畫質，當然還是要從它這條專業的 log 曲線說起。光從機身的動態範圍來看是很出色的，因為畢竟是手機嘛，我們會有刻板印象，覺得手機的寬容度一定會差一點，要把暗部多提亮一些，實際上用下來並不會。它和我們擺在旁邊一起用的微單看不出很大的差距。用 log 模式拍攝視頻，確實是得到所謂電影感的一個小捷徑。這條 log 曲線和之前的表現一樣，在安卓機中可能是最舒服的。我們看到它在高光和暗部都保留了足夠的細節，膚色也比較友好。而且這次這條曲線全焦段的所有鏡頭都可以使用，甚至可以在 4K 120帧的情況下使用。但是在 log 下這個 4K 120帧的畫質表現不是很好，所以大家在暗光情況下可以慎用 4K 120帧。但是怎麼說呢，畢竟 4K 120帧很多相机都沒有，這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可以苛求的點，這也是一種取捨嘛。對於120帧的內容肯定是抓到比拍好更重要。當然這次 vivo 更新了一個專業的 Pro 模式，這次能讓手機影像觀感上一個台階的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它這幾顆鏡頭，特別是增距鏡。這次的3顆原生鏡頭分別是14毫米、35毫米和85毫米，這和上一代 Ultra 保持了一致。对於手機來講，就是 0.5 倍、1.5 倍和 3.7 倍3個焦段。當然你經常用的1倍，也就是大概24毫米到26毫米左右的焦段是缺失的。14毫米这顆超廣角鏡頭沒有變，5000萬像素，支持 OS 光學防抖，適合拍攝風光和建築。35毫米的這顆主攝比起上一代換了一個更大的底。85毫米的這顆也有所提升，增加到了7級的專業防抖，使用85毫米環環後跟的這種畫面，在穩定性上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。200毫米、400毫米這一部分其實是為了測試 vivo X300 Ultra 的長焦部分，這也是我覺得這台機器最不虛的部分。其實 vivo X300 Ultra 你不用那個長焦套件，就用它85毫米這顆鏡頭的裁切，也能裁切到170毫米和230毫米兩個檔位。我們實測下來發現，這兩個檔位照片在經過算法以後真的都還不錯。但是當你有了長焦套件，比如說200毫米跟400毫米這兩顆長焦套件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得到的照片跟視頻確實是 next level。為什麼在演唱會這樣的使用場景會非常的合適？因為很多像這樣的場景它不讓你帶專業設備，特別是演唱會越來越嚴了，很多人就覺得這種會比相機方便多了，好操作。我認為本次給我們這類創作者最好的一個更新就是 vivo 的專業 Pro 模式，這個 UI 已經是大變樣了，它有 LUT 鍵看。而且對於我拍攝的體驗來說，有一個你自己比較擅長和習慣的風格的 LUT， 你在這個 LUT 鍵看下去調整光線，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。這次的 LUT 鍵看終於是比上一代準確了很多。另外直方圖、波形圖該有的都有，甚至連假色都有。專業模式的整個 UI 給我的感覺很舒服，但是峰值應該再多給2個檔位，峰值的顏色是否可以調整等等等等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覺得整個 UI 非常清晰了。專業模式比蘋果的 UI 要好，又比 Blackmagic 那種第三方軟件要親民一些，因為那個又有點太複雜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了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，別忘了幫忙點個讚、轉發、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